欢迎收看6小时的财经快讯。首先是美股观察人士对总统拜登表现担忧，列出可能继任者名单。副总统哈里斯是最可能继任者，商务部长雷蒙多等商业界人士也榜上有名。金融界和政界人士的名单相似，但反映了拜登政府与企业界关系的现状以及拜登盟友在企业高管中的影响力。接下来这条 ，BlackRock 收购 Prechain 以扩展其在非公开市场的业务，目标是提高私人资产的可投资性，就像索引基金在公共市场所做的那样。通过提供数据和指数， BlackRock 旨在提高投资的透明度和可访问性。接下来这条，法国反垄断监管机构将指控英伟达涉嫌反竞争行为，这是首次有执法机构针对该公司采取行动。此次指控源于去年9月针对图形卡行业的突击检查。消息人士称，目标正是英伟达。接下来这条，美国人为退休准备不足的情况令人担忧，对边缘化和缺乏银行服务人群尤其严重。近 40% 的美国人面临退休后资金用尽的风险，而 53% 的非裔美国人可能活得比退休金更久。建议采取措施关闭这些差距，例如推进经济获得退休计划和投资提供有保障收入的计划。让我们关注著名投资者基斯吉尔持有宠物用品公司 Chewy6.6% 的股份，导致其股价在盘前交易中飙升 20% 以上。下面这条，苹果将于9月发布新一代专注于 AI 的 iPhone， 但其 Apple Intelligence 软件平台可能不足以在2025年引发新一轮销售高峰期。中国本土公司如华为的崛起对 Apple 的市场份额带来了影响，成为 iPhone 销量增长的重要制约因素。下一条，因中东局势升级，一位分析师预测，今年油价将升至每桶90美元。接下来这条，咆哮小猫投资者基斯吉尔因涉嫌操纵游戏驿站股票而被起诉，一名投资者提交集体诉讼，指控其通过大量持股和抛售呼唤期权操纵股价，从中获利，给投资者造成损失。接下来这条，特斯拉股价周一上涨近 6%。此前，华尔街一家主要券商将其加入观察名单。特斯拉将在周二公布其季度产量和交付报告。接下来这条，美股周一小幅上涨，进入2024年下半年和第3季度，迎来7月4日的休市和美国关键就业报告。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 0.1%， 标普500指数上涨 0.3%， 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约 0.8%。下一条，桥水基金推出了一支以机器学习为主要决策依据的基金，资金近20亿美元。该基金利用了桥水自主开发的技术，并将扩展到包括其他公司开发的模型。下面这条，医疗保健业就业持续增长，每月新增岗位速度高于其他大多数行业。随着对护理需求的激增，医疗保健业就业岗位持续增加。最后一条，鸡汤灵魂娱乐公司CSSE Redbox DVD 租赁运营商的母公司已申请破产保护，该公司出现一系列财务困境，并积累了数十亿美元的未付账单。以上是过去6小时的财经快讯，我们6小时后见。